这是2025年9月份发布的 iPhone Air，单从三维来看，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极致轻薄机。但是较宽的机身并不利于单手握持操作，再加上影像和续航体验的大打折扣，真当主力机用，确实是爱不起来啊。那其实当时我就在想啊，你说咱们国产大折都卷成什么样，怎么就没有厂商搓一台像样的 Air 出来呢？时隔4个月，荣耀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，刚刚发布了这台荣耀 Magic 8 Pro Air。那这台 Air 我自己已经用了几天了，那先把结论说在前面，荣耀 Magic 8 Pro Air 绝对是不少朋友梦寐以求的旗舰主力机。关于荣耀 Magic 8 Pro Air 的外观呢，我就说3个点啊。首先呢，从三维来看，71.9毫米宽度加实测156克的重量，加6.31英寸的直屏，完美兼顾单手握持舒适性和极致轻薄感。那比 iPhone Air 还要再轻了将近10克。其次呢，是这回给到的4个配色里，虽然都是玻纤后盖，但质感最好的是橙色。通过漆涂漆烤的工艺呢，让玻纤后盖表面也能呈现出金属般的质感。那这个橙色和 iPhone 17 Pro Max 背部玻璃的颜色相近，不算太浮夸，建议大家可以去线下门店可以看看啊。那最后就是这个 Deco 呢，并不突兀，那即便在塞入潜望长焦的前提下，突出高度依旧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到这里，荣耀 Magic 8 Pro Air 的手感相信是毋庸置疑的出色。不过做极致轻薄机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在 Air 的机身内塞进 Pro 级的配置。那这也是荣耀 Magic 8 Pro Air 能当主力机的核心原因。那具体咱们就边拆边聊。第一步，弯机后取出卡托，双卡背靠背放置，卡托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。那第一个惊喜点来了，荣耀 Magic 8 Pro Air 还同时支持 eSIM， 可以实现4卡双待。也就是说，新机到手你可以直接换上使用，去不去营业厅的选择权交给了你啊，绝对是这个贴心的配置了。第二步，拆卸后盖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。后盖呢是玻纤材质，厚度介于荣耀 Win 和 Magic 8 Pro 之间，并没有为了极致轻薄简单粗暴的去缩减厚度，保证后盖在超薄的机身上也具备一定的抗冲击性能。Deco 是先通过热弯工艺做出火山口外轮廓，再在火山口上呢覆盖同色的装饰板。后盖内侧除4周常规粘胶外，还在主板区域 Deco 中间以及副板位置设计有多处额外点胶加固，提高整机的密闭性和结构强度。Deco 内衬采用全铝合金打造，防尘密闭泡棉呢分布在3颗后摄4周，超广角的上下两端各贴一片白色防水透气膜，撕压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。泄压孔在外侧隐藏的非常好啊，肉眼完全找不到开孔的踪迹，应该就是藏在 Deco 拼接的微缝中。电池区域贴有一大片泡棉提供缓冲保护，底部扬声器位置配备散热膜，增加整机的均热能力。第三步，拆卸主板，传统3段式结构 ，NFC 线圈放置在后摄附近，位置合理，方便使用啊。散热膜分布在前摄、主板核心发热区域以及电池和无线充电线圈之间，它俩之间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叠了2层散热膜的，基本将电池完全覆盖，同时延伸到了底部扬声器位置。中间呢是50瓦的无线充电线圈，并且支持无线反充。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，盖板材质是金属加塑料。为了在纤薄的机身内放入足够多、足够强的硬件，盖板呢被压缩的更像是一个支架。盖板背面前摄位置配备包裹泡棉的导电部，它不仅可以负责电气防护，也能为前摄提供缓冲保护。接口位置贴有压紧泡棉，防止接触不良。充电线圈背面的散热膜面积呢在3500多平方毫米，实测无线充电线圈的厚度仅为0.15毫米啊，是目前行业内的工艺极限了。来到主体部分，可以看到散热膜在充电线圈和主排线的重叠区域呢进行了镂空，这是因为整机厚度的限制，必须进行镂空啊，才能保证后盖和电池之间拥有足够的安全距离。散热膜相当于见缝插针地扩展出一片均热面积，同时这片散热膜也向上延伸到了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，使核心发出的热量呢可以通过它均匀地分布在后盖上。这一片散热膜的面积呢为4100多平方毫米。机料后可以看到主副板之间没有通过同轴线连接啊，电池的占比接近60%。那如果是常规的大直板机，这个占比并不夸张，但是放在荣耀 Magic 8 Pro Air 里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。要想增加电池仓空间，
你只能从主板和副板区域下手。副板因为有扬声器和 SIM 卡槽，能偷的空间有限，所以荣耀从主板下手，通过优化堆叠和电路设计，把主板压缩到了38毫米这个相当极限的高度上。对比影像配置接近且都采用双层主板的友商旗舰，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主板的高度差距了。并且为了在纤薄的机身内塞入3颗后摄，荣耀还用上了更薄的镜头模组。现在大家看到的3摄排列位置是通过几十万次仿真计算，解决镜头磁场相互干扰问题之后确定的。那这就是做薄带来的新的工程难题。系列上前摄和超广角位置覆盖有加强散热的铜箔，超广角接口上还额外添加了金属盖板，保证连接的稳定性。潜望 CMOS 区域以及主摄接口位置呢，贴有用于电器防护导电部。取出电池接口盖板，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所有摄像头，所有镜头都没有配备防滚架。那主摄背面贴有用于电器防护的导电部，前摄和超广角覆盖铜箔加强散热。为了能在极其局促的超薄机身内塞下一颗潜望长焦，荣耀采用了3次反射方案。CMOS 倒置在模组顶部，内部的梯形棱镜使光线通过3次反射呈 W 型进入 CMOS。所有摄像头的详细参数，大家看图。荣耀在堆满3颗后摄的前提下，主摄所采用的传感器依旧要比单摄的 iPhone Air 来得更大，有1.3英寸，其余传感器尺寸也没有因为 Air 的定位而大幅缩水。在如此 Air 的机身内能有这个配置，已经相当出色了。卸下一颗子母螺丝，取出主板，主板采用双层叠板设计 ，PCB 来自奥特斯，下层板使用0.5毫米板材，主摄和潜望长焦采用破板下沉设计，直触中框。超广角虽然架在主板上，和 SOC 有部分重叠，但考虑到 CMOS 尺寸以及中间还有屏蔽罩隔开，积热问题呢倒也不必太过担心啊。主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薄弱位置呢有金属片的加固。顶部麦克风位于左上角，左下角集成有弗利克传感器和后置环境光传感器。又一个惊喜点来了，就是这颗安卓阵营首个阵列式变焦闪光灯，它共有5颗独立的 LED 灯珠呈 X 型排列。这么排列的好处是不会因为长时间工作过热而降低亮度，还能带来更加宽广的光照覆盖范围，提升光线交叉与混合的效果，从而保证照明的均匀性。在用不同焦段拍摄时，可以看到确实是有亮度上的变化。最亮的时候，总光输出量稳坐行业第一啊！当然，这么好的闪光灯必须应用到实际拍摄中去。那荣耀这次也带来了闪光人像，傍晚时分的逆光场景就是展现这颗闪光灯的最好时机啊！从实拍的照片也能看出人物脸部的细节清晰，光影的呈现也具备立体感。推荐的用1倍或者2倍模式拍摄，拉近一些距离，这些效果会更好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人像滤镜里的 CCD 模式，那即便在不下雪的深圳，也能拍出这样的 CCD 雪花闪光人像，那人物细节和氛围感都能兼顾得很好，那属于这颗闪光灯带来的独特的情绪价值了。主板背面集成了红外发射器和前置环境光传感器，整机共配备前后2颗环境光传感器，那属于旗舰机的标准配置。主要发热位置涂有导热材料，取下可拆卸的屏蔽罩，清掉导热材料，吹开罩框。核心3大件的 RAM 采用美光 LPDDR5X9600的规格 ，RAM 下方就是发哥最新的旗舰 SOC 天玑9500，右侧的 ROM 是三星的 UFS 4.1颗粒。分层后可以看到，夹层中的导热凝胶刚好覆盖在 SOC 的所在位置，可以将核心发出的热量快速通过凝胶传导至主板的另一面，扩大散热面积。那实际游戏体验，那毕竟是天玑9500啊，打个王者荣耀、和平精英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相对高负载的游戏，在调度上还是有些偏保守啊，毕竟是轻薄机型，需要考虑运行时的温度和功耗。取出顶部扬声器，顶扬采用常规封装的1012规格，内部没有填充 N-Base 声学增强材料。中框主板区域防尘密泡棉分布在前摄4周，顶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红色胶圈加白色防水透气膜。主摄位置有进行削薄，来降低摄像头的突出高度。SOC 4周的泡棉呢，为主板提供缓冲保护。左右两侧包裹泡棉的导电部，还有电气防护等作用。核心3大件的对应位置有做镂空设计，让3大件发出的热量可以更加直接的传导至 VC 均热板。ROM 位置的 VC 还有做3D 凸台设计来缩小间距，降低热阻，提高导热效率。主摄潜望以及前摄4周设计有线尾结构，防止镜头偏移。第4步，拆卸副板部分，卸下副板区的所有螺丝，取出全金属材质的副板盖板，内侧马达对应位置贴有压紧泡棉，防止松动。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排线。那为了压缩整机厚度，荣耀把这根最宽的主排线厚度压缩到了行业内最薄的0.106毫米啊。对比三星 S25 Edge 的主排线，
线就能看出非常明显的厚度差距。所以最终大家能看到的这个轻薄都是在各种细节上下了功夫的。取出底部扬声器，采用歌尔股份全枪设计的1115J 规格，内部填充有 N-Base 声学增强材料。那即便是 Air 机身，荣耀也没有妥协外放效果，给大家安排了双扬配置取出副板PCB厚度0.35毫米，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。上方集成有一颗底部麦克风和 SIM 卡卡槽，薄弱位置有屏蔽罩和金属片的加固。整机一共配备上下2颗麦克风，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，取出独立的 Type-C 接口。那因为机身厚度的限制C 口采用了在大折上十分常见的单舌片设计，并且是绝对居中设计接口来自 LCN 前德电子，内侧配备防尘防水胶圈。接口虽然是满帧设计，但速率呢是480兆 bps USB 2.0规格，不支持 DP 视频输出。取出 X 轴线性马达，采用歌尔股份的 0809H 规格，综合性呢要比常见的 0809A 稍强一点中光副板区域，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防漏音泡面加白色防水透气膜防护，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。整机是通过了6米水深、30分钟的 IP68浸泡测试，以及高温高压的 IP69喷水测试。第5步拆电池，观察电池四周没有发现快拆设计，酒精配合拆机片取出电池，采用单电芯双接口方案。作为一台厚度只有6毫米多的手机，电池容量居然达到了5500毫安时制造商呢为福建飞毛腿，电芯依旧是来自行业巨头 ATL。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，来到了恐怖的916瓦时每升，不仅轻松进入900俱乐部，还以非常明显的优势领先于自家的 Magic 8和 Win， 强势登顶响柴能量密度排行榜并且从榜中可以看到，荣耀已经包揽了前3甲，前10中也占据了一半的席位包装内附带有80瓦快充头，实测峰值功率69.2瓦，1到100充电用时73分钟。最后一步拆屏幕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屏幕。屏幕呢来自天马的 LTPO OLED， 1.5K 分辨率，表面覆盖荣耀超薄聚烯玻璃2代，支持4320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，实测手动全屏最高775尼特，强光激发后来到1668%，10%窗口下接近3500尼特，1尼特的最暗亮度同样支持。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，上方贴有一片面积约为43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提升屏幕的均热能力，避免出现局部高温。下方呢是汇顶科技更加不挑模的新一代 3D 超声波单点指纹模组，屏幕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，触控 IC 是新思的 S3909，实测屏幕总成的厚度呢仅为0.82毫米，要比 Magic 8 Pro 以及三星 S25 Edge 的薄0.1到0.2毫米，这又是为了控制整机厚度的一个细节优化。中光上覆盖一片面积约为56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撕压后就能看到接近4900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了。底部 DDIC 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棉保护屏幕，降低外力冲击后损坏的几率。那最后的中框总成采用中高端手机标配的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，边框和内框的金属部分都是屈服强度达到530兆帕的7系铝合金材质。那注意看中框两侧内嵌的独立天线小板，就是它让天线断点巧妙地避开了机身最薄弱的区域，保证整机的抗弯折能力。再配合机身正面的荣耀超薄聚烯玻璃2代，荣耀在可靠性方面的标准绝对是可以信赖的。好了，拆解就到这里整机呢有4种共18颗螺丝。那整体看下来，荣耀能在如此紧凑的机身内塞入3摄双扬 AI 键以及55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靠的不仅仅是鹤立鸡群的能量密度，还在线圈、镜头、主板、接口、屏幕、中框，甚至主排线这种零部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小型化，那一点点的抠出来那么一台 Pro in the Air。但这个抠也是需要技术实力的。那荣耀在轻薄大折上深耕多年的技术积累就是底气，本质上我觉得还是保守了一丢丢。那以荣耀的实力还可以再极致一些。另外呢，从命名看似乎是瞄着 iPhone Air 打，但实际上结合上面的体验和拆解，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旗舰定义。至少目前市面上没有直接竞争对手，绝对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轻薄旗舰直板机。那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店亲自把玩一下，相信我，你会心动的。